Oh my god， 这是我的家，超可爱的，有没有？请勿打扰。嗨，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Doremi。今天为什么是中午好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快中午12点了，现在是11点50分，马上要12点了。我今天起得很迟，基本上就是中午的时候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晚。那我为什么会睡得很晚很晚？是因为我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给大家更新中国新年7天倒计时。中国新年倒计时的视频。但是昨天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情，我的姐姐约我去逛街，其实也不是什么意外，只是突然临时的想起来要邀请我去购物。昨天下午我姐姐邀请我出去逛街的时候，我正坐在我的电脑面前剪视频。当我望向窗外的时候，昨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太阳非常大，我就想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不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就答应了我姐姐出去一起逛街。但是因为我这2天的工作安排得很满，昨天我和我姐姐逛完街回来之后，已经是下午的5点钟左右了。我又是非常非常希望昨天把工作做完，所以我就熬夜剪了视频。我昨天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才把所有的工作做完，所以导致呢我今天起得非常的晚。但是没关系，今天我们依旧还有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新年装饰。因为前2天我有告诉大家，我买了很多装饰家里的小饰品，尤其是对联。对联是对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装饰画，每一个人的门上都会贴对联。今年我还尝试买了手写的对联，所以我待会儿要自己尝试写一写对联。除了这个房子需要贴对联，我还有一个老家也需要贴对联。这个老家在非常偏僻的农村，从我这个家到我的老家需要开车30分钟左右。那个房子是我很小的时候居住的，我从出生到我大概8岁的时候就一直居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直到我上小学3年级之后，我们家才从里面搬出来。所以那个家承载着我小时候的回忆，待会儿我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因为昨天睡得很晚的原因，我的脖子好像落枕了，非常的难受，有一点点僵硬，感觉有点歪不过来。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虽然工作很重要，但是健康更加的重要。虽然我总说健康最重要，但可能当事情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也可能做不到丢下事情直接去睡觉。我真希望我自己是可以不顾一切把睡觉放在第一位的人，但是我现在在慢慢的改变，睡觉一定是最重要的。今天依旧是没有太阳的一天，因为我昨天看天气预报，昨天是大晴天，明天后天将会是阴天雨天，所以昨天我就趁着有太阳跟我姐姐一起去逛街。今天阴天就灰蒙蒙的，给大家看一下，灰蒙蒙的一片。明天要下雨，后天也会下雨，所以这2天可能就见不到太阳了。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太阳的人，所以当有太阳的时候，我会赶紧的去沐浴阳光，在阴天的时候就老实的待在家里。不过今天我们要开车去到我的老家去贴对联，那先跟我一起看一下我都准备了哪些东西吧。稍等我一下，我去拿来。当当当当！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新年之前买了哪些东西给我们家做装饰。首先最重要的是一副对联，
给大家看一下，这副对联是跟马年相关的，因为我们的对联都是一副一副的。首先，我们的对联呢，它分为上联、下联，还有横批，以及我们中间还会加一个福字。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喜欢把这个福字倒着贴，寓意着福到，对，是一个谐音梗。这一副对联的上联是年年美好常欢愉，这个意思呢是每年都有非常好的生活，每年都非常的开心。下联呢是事事可期皆胜意，这个意思呢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期待的，而且都是能够完成，能够称心如意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因为是马年嘛，因为马年，所以这上面还有这个马字，这个是马到成功。马到成功是中国的一个成语，马到成功的字面意思是马一到就成功了。中国人会用在祝福别人做什么事情都成功，比如说考试前，比如说工作顺利拿到项目，或者是比赛前，预祝大家成功。所以当你想要祝福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成功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祝你马到成功。这个成语在古代的时候是意味着军队出去打仗，如果骑马的军队一到，就表示着这个队伍能够取得胜利了，取得成功了，所以叫马到成功。然后我们的横批就是新年快乐，很简单，就是新年快乐。我记得很早之前我非常喜欢买钱多多，或者说是意味着大家能够发财之类的，但是近几年我的喜好变了，我觉得钱固然重要，但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开心最重要，所以我买的对联都是预祝生活开心的寓意。这一副对联我们会贴在前2天我打扫的那个大门上面，我已经把去年的对联给摘下来了，今天的话我会把这副新的对联给它贴上去。另外我还买了手写对联，这个手写对联它里面是完全没有字的，它完全没有字，是红色的纸，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写这个对联，所以我打算老家门前的对联就是用我手写的，我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写对联的，就我自己也很好奇，这个会非常有意思。我还买了专门写对联的工具，这是一个砚台，这个是个磨盘，这是墨汁儿。像那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们去写毛笔字的话，他们会有非常专业的道具，就是笔墨纸砚。但我只是想尝试一下这个写对联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买的这个非常的便宜。这里还有一支毛笔，这可以写的毛笔，我们拿毛笔字的姿势是这样子拿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上书法课，老师有教过，但是我很久没有写过了。我觉得会写毛笔字的人就是非常的潇洒。OK， 放在这儿。我还买了贴在厨房的一个装饰画，这个是蒸蒸日上。蒸蒸日上的意思是日子越过越好，就寓意着你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过得更好。蒸蒸日上，这个蒸也是你煮东西蒸东西的意思，所以很适合放在厨房里面，因为也跟做饭有关。像这个它只需要用水贴就可以了，它这个是一个塑料的薄片，只要把这个沾一点水贴在墙上就能够粘得牢固。但我这个对联会需要用到磁铁，对，这是磁吸片，直接贴在门上。OK， 除了这些东西，我还买了这个小对联，很有意思。我到时候这个小对联会贴在我的开关上面。小小的对联，然后我还买了挂在门上的小铃铛，还有装饰画，新年快乐，平安喜乐，马年大吉，还有福气满满。
这些都是挂在门的门把手上的。这个是跟那些是一套的，很可爱的门把手套，就你可以把你的门把手套上这个衣服，就等于是门把手的衣服，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虎头，很可爱。这一些小的东西我先放起来，这个先放回去，不要丢了。然后接下来我要干什么？接下来我要写对联。我买的这个对联它是1、2、3、4、5、6、7，它是7字的，这意味着我上联和下联都要想7个字工整的。我会写2副对联，因为我们老家会有一个大门，还有一个后门，大门和后门上都要贴上对联。然后我最近非常喜欢一首歌，它里面的歌词我觉得非常适合写到对联上面，刚好这副对联也是7字的，然后那个歌词也是每一句7个字，刚刚好。所以我的第一副对联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横批四季平安，是不是非常的美？我非常喜欢。OK， 让我来尝试的写一下。先把墨汁倒到这个墨盘里面，及时关起来，不然洒了会非常的麻烦。我其实本来想在外面写的，但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如果我在外面写的话，就会被他搞得非常的乱。我先打湿我的毛笔，刚刚我的毛笔非常的硬，现在我沾完水之后，它就非常的软了已经，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写了。好，沾一点墨汁儿。这是一个春字，春有百花，秋有月。OK， 这是我写的第一张上联。春有百花，秋有月。OK， 接下来夏有凉风，冬有雪，这是下联。夏有凉风，冬有雪。OK， 横批是四季平安，四季平安。OK， 好，这是第一副。另外一副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横批事事顺意。Oh my god， 我真的是太喜欢了，真的。好，那我们来写第二副。若无闲事挂心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横批事事顺意。OK， 这2副对联就写完啦。因为我写的这个字啊有一点点小，如果是那种专业人士写出来就会非常好看，但是我贴在我自己家的门上就没关系，丑就丑一点吧，我觉得寓意好就够了。重新写一副吧。我又重新写了一副字比较大的，这个好像更好看。春有百花，秋有月，我按这个再写2副就可以了。耶，完成啦！这样我就可以拿去我们老家贴对联了。OK， 我们一会儿见。这个开镰刀画面吧。啊，开镰刀吧。好不好？看不到。OK， 朋友们，
我已经跟我爸到老家了，这是我外公外婆的家，再往上看，这是我的家。这个房子是我小学3年级之前一直住的房子，里面承载了我非常多的回忆。现在这个房子已经非常破了，因为它经历了风吹日晒，我们家人也没有在家打理它。但是我们每年还会过来贴对联，因为它依旧是我们的家，说不定以后我还会回来住呢。你看墙体都已经脱落了，里面是泥土造的房子。我爸跟我说，这个房子是他跟我妈结婚的时候造的，是他用手一砖一瓦堆出来的。OK， 这个是我们用来贴对联的米糊。这个米糊就是早上烧的稀饭剩下的汤水，非常浓稠的汤水，它是有粘性的。这样我们用这个直接粘到墙上，它就能够粘得很牢。我们小时候都是用这个去粘对联的。我们现在上去贴对联吧。我爸先把原本贴在上面的对联先清理掉。这个家已经非常的斑驳，斯是陋室，何陋之有啊？这么陋够不够？这个木门已经非常非常的烂了，看这个木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如果没有带钥匙，我可以从这个地方钻进去，然后从这里绕到后门去打开那个门，因为这扇门我们一般不在外面设锁。我小的时候到底有多瘦啊，能钻这个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坐在这里思考问题，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先用刷子沾上米糊，在墙上刷一道，然后再把对联直接贴上去，就能够粘牢了。我们刚刚大门已经贴好了，现在我们要开始贴小门的了。当，真的太喜欢这个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平安。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事事顺意。从我家这个角度看，这里就是我外婆家。第二天，早上好，朋友们！昨天我们去老家贴了对联，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家贴对联。今天终于轮到这个家贴对联了。昨天我已经跟你们介绍过了，我买的一些装饰画，我又单独写了2个小的福字，可以贴在我们的卧室门上，还有一张是贴在我自己的门上的。这个是请勿打扰，工作时间如有问题，请轻敲门。这一张是需要贴在我卧室的门上，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工作，我不太希望太多的人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所以我会贴这个在我的卧室门上。OK， 那我们首先把大门的对联贴起来吧，跟我一起贴对联吧。首先是大门的对联，这一副，我们先走到大门外，
这副对联就很简单，因为它是磁吸款，我只要把磁铁贴在这个对联背面，这个门也是铁做的，所以这个对联就可以轻松的吸附在这个门上。OK， 我还是搬了一条凳子出来。哒啦，这个是磁铁，它是有磁性的。我们先把这个小磁铁拿下来，粘到对联的背面。这个小磁铁一面是有磁性的，一面是有粘性的。有粘性的这一面呢，我们就会粘到对联的背面。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小磁铁都先粘到对联的背面。OK，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贴对联啦。我先把这个横批贴在中间，然后把上联贴在右手边，下联贴在我的左手边。哒啦，这样就贴好了。给大家看一个整体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对联。我觉得磁吸对联的一个好处就是，当你第一次觉得位置贴的有点歪了，它就可以及时的纠正，然后也不需要很麻烦，因为它拿下来也很简单，贴上去也很简单。就比如说我这个万一贴错了，我就可以拿下来再重新贴一下，非常方便。耶，超爱这副对联。好，然后接下来跟我去贴卧室的门上，我们去贴那个福字，请勿打扰。贴完了3个卧室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把门上的把手都套上衣服，因为我买的时候它还是散的，它有很多的装饰品，我现在要给它组装一下。OK， 组装好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一共买了4份，我把剩下的3份也一起组装完。一共4个。还有一个门把手的套，套上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虎头，把这个虎头用别针别在这个套子上面。OK， 现在全部组装好了，让我们把它套到门把手上吧。可爱吗？OK， 接下来我要给我的开关贴上对联，这个超可爱的，有没有？这里贴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贴这边。噔噔，还是挺可爱的。那里没有了，我估计买了2副。另外我还买了冰箱贴，这个是2026年的，也是一副对联，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磁吸款的，这边是我的菜单，这边就贴在这边。2026，神马都好。OK， 给大家看一下。神马都顺，大家知道，因为我们过完年就是马年了，所以我们买的很多东西都是跟马有关的。神马又和什么是一个谐音，读音都很像，一个是
神马，一个是什么？神马都顺，所有你做的东西都是顺顺利利的，都能够完成，都很 smoothly。所以神马都顺，神马都好 ，means 所有的东西都很好。这个谐音很有意思，神马等于什么？小型的对联。最后还有什么？最后我们的蒸蒸日上，让我们贴到我们的厨房里面去。我们家的这块地方可以贴上蒸蒸日上，每天都在变好的意思。现在我们用一个小型的喷水壶喷在这里。OK， 然后就可以直接贴上去啦。哒！现在厨房也是红色的，蒸蒸日上。Nice.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中国的对联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它寓意着对新的一年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明天是春节倒计时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会更新我们家做年夜饭的视频，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